我努力想成为一名好父亲，杨默，但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我爸爸打110，110。我把孩子弄丢了。张同志，是您报的案啊。恩怀是不是在家？恩怀。你看看有什么？也许更早以前，我就把孩子弄丢了。这一切本可以不用发生。你说他下楼了，我在单元楼门口没看见他。在楼道里又不在家，他在哪？在哪？现在的问题不是孩子因为什么走，而是孩子怎么走的。我闺女嫁给你啊，倒了霉了。现在倒好，外孙子也丢了。你还有脸吗你？我说，爸爸撒谎了。这周末你该带我们去了。还有工作，爸没时间。爸骗人！可是，我无数次忽视了小莫的心声，我无数次忽略了小莫的失落。如果不是我们用爱绑架了小莫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失去了，才会知道这是切肤之痛。上周五呼噜丢的那天晚上，我看到默默跟一个陌生男人在楼下谈话。就这样是吗？杨默，我要找回小莫，我要找回逝去的孩子。您好，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？没有。麻烦您见到就打这个电话。哦，好的。您好，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？麻烦见到你打这个电话。来歇会儿。没事。快去吧，累一天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好，不。谢谢安怀。
其实我一直很羡慕小飞。虽然你和陶阿姨有时候会吵架，但心里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对方吧。父母他们倒是从来不吵架，在家里他们连一句话都不说。怎么没听你提起过你妈妈？她走了以后，就再没见过了。我只知道她后来又结了婚，搬去了成都。也许她很早就决定要离开我了吧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她就要求我自己洗漱穿衣，学会把自己的一切都打理好。等我上了小学以后，每天早上都是我自己起来做早饭，她就站在一旁看着我。等我上了小学2年级，有一次我发烧了，她就让我自己去医院。等我到了医院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她一直在我后面，远远地跟着我。原本我以为每个人的妈妈都是这样的，可等我认识了你和曹阿姨以后，我才知道，自己之前的以为都是错。文怀，虽然我没见过你妈妈，但天下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呢？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吧？老板，一共3个不愿烧蛋多少钱？啊，8块钱一碗。等会儿，把手搓搓热，不然太凉了，摸热的东西要烫坏了。陶阿姨，对不起。快吃吧。老板，3碗桂圆烧蛋。刚吃完饭嘛，你怎么又吃上了？你看你那肚子都胖成啥样了都。今天冬至嘛，一家人一块吃碗桂圆烧蛋，团团圆圆的，多好啊！是不是，老板？是啊，团团圆圆。啊，那行吧，来3碗吧。来3碗是吧？别吃了。不知道问我，吃东西了。就喜欢吃桂圆烧蛋。都是我把他逼走，怪我，是我答应他的事我没做到。
姐，照你这么说，杨默消失在302，他中间有4、5分钟的空隙，这4、5分钟他会完全没可能啊！只有等最后的痕检报告出来了。如果房间有脚步痕迹，我们可以推算出杨默的行动轨迹和他最后消失的地方。可是房间被许安正打扫过，通过找到的指纹，杨默先到的是客厅，因为在这个位置他可以看到他把杨远停在楼下汽车，然后又摸了许恩怀门的门把手和许安正的衣柜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因为当时302外面我在敲门，他想先躲起来。我们第一次去302的时候，许安正的卧室门是开着还是关着的？我记得是关着的。哎，姐，这有什么问题啊？许安正的衣柜有杨默的指纹，这说明杨默一定进入过许安正的卧室。可是许安正卧室的门把手里外都没有杨默的指纹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杨默进入许安正卧室的时候，这个门必然是开着的，外面的房门都没有杨默的指纹，这只能说明一点，他消失在许安正的卧室里。喝口水吧，姐。陆队，痕检报告怎么样了？哪有这么快呀？你帮我先查一下许安正卧室的门把手指纹，我里外都要。知道了。怎么说？出来了吗？没有那么快。那咱现在就这么干等着？我也没有时间浪费了，我要去302再检查一次。郑警官，是有默默的消息了吗？恩怀在你旁边吧？跟我们在一起呢。你们回青兰院需要多久？15分钟吧。你赶紧带恩怀回来，我在楼下等你们。你们是有什么发现吗？我没时间跟你解释，赶紧回来吧。恩怀，杨叔叔，张警官好像怀疑默默的失踪跟我爸有关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他之前问过我，他说我爸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。他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最近他都很忙，我都没怎么跟他说话。张警官，我们上去吧。走。恩怀，能开一下门吗？你们先在外面等会儿，我先进去看看。小叶。
里就这么大，孩子没地方藏啊。欧怀，住在这家里的，真的只有你和你爸2个人吗？赵警官，302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样，您刚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呀？这屋里还有别人，那是这个人把默默带走了吗？是不是孩子有什么消息了？张警官好像怀疑默默的事情跟我爸有关。现在最大的可能还是熟人诱拐作案。恩怀爸爸，这个周末我们全家要去一趟北湖，这默默想拉着恩怀一起去，得在那儿住一晚上。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们想。恩怀爸爸，是不是你找别人把默默给藏起来了？我不太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。不是，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呗。我知道我可能做了什么让你介意的事情。我和我太太，我们可能自以为是了。我们对恩怀，我们可能自以为是。哎，你有什么冲我来呀？杨先生，罢手3个，你冷静点，杨先生。我做错了，你冷静点。杨先生，来，你把默默还给我，你把。起来，杨远，冷静一点。冷静一点。杨先生，你听我说，同为父亲，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从任何角度上来说，我都没有理由把杨默藏起来，更别说什么找别人了。杨远，你现在这样我非常能理解你，但是你这样会耽误我们办案，你会影响我们找孩子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不会影响你们的。如果有任何新的线索，麻烦你们第一时间通知我们，好吗？好吗？谢谢，实在对不起，抱歉。元武，你别再赌了。元武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小梅是一个听话又懂事儿的孩子，
你可要好好待他呀。还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，没有办法像你妈那样，把你当成另外一个自己。元武，元武，元武，花在哪儿？好了，没事，看到了，快睡会儿，别想了。睡会儿啊。你们回去吧，只要有消息，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就好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早上默默出门的时候，还跟我说说什么了？妈妈再见。这话他不是每天都说吗？默默不会有事儿，他一定不会有事儿。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事？我们回家。默默回来的时候，家里不能没人啊。哎，陆队，主要是门把手上指纹结果出来了没有？行，那结果出来立马告诉我。走，城东。城东？去见一下许安怀的妈妈。这照片都是你拍的吧？嗯，对。请问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就想问一下你，你还记得上一次跟恩怀见面的时间吗？挺久了。离婚之后就没怎么再联系了，因为孩子跟他爸过。那许安正呢？也没再联系了。为什么？可能当时也没考虑清楚就要了孩子，更没有想好就结了婚。这个都过去太久了，现在也说不清楚，可能就是性格不合吧。也没有别的原因啊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见过许安正，是吧？嗯。今天早上7点半左右的样子，你在哪儿？我自己在城东有一个工作室，所以工作和生活的时间比较自由。我和现在的老公也没有要孩子，所以早上7点半，我们俩还没起床呢，都在家。
我看到了群里有人发寻人启事，请问这个是跟许文正有关系吗？婷婷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哦，他们来问一点问题。警官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青兰园今天有个孩子失踪了，我们例行调查一下用户的信息。青兰园？哎，是你转发的那个寻人启事吧？是与许安正有关系是吧？哎，警官，我跟你说，我爱人已经很久都没有跟他联系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二位都已经问完了对吧？哦，那就好。那打扰了，我们先走了。我想请问，恩怀没事吧？挺好的，放心吧。那就好，也没帮上忙，不好意思。我去送一下警官的。喂，恩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他没有帮许安正作案的时间，准确的说，他连帮许安正作案的动机都没有。他们俩太久没见了，而且以前的事儿，他好像也不太愿意多说。喂，结果出来了。来了。今天上午经过302的人，包括邻居，没有遗漏掉的吧？怎么了？找到一个成年人的指纹，在许安正主卧室的门把手上，但跟进来302的人都对不上。里面还是外面？里面的，外面没有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啊？骗他！杨默在302根本不是找东西，他之所以去摸恩怀的门把手，还有许安正的衣柜，他是要把自己藏起来。我让许安正回来开门，他在里面听到这句话，而让他藏起来的那个人，就是我。但是杨默失踪时，302的房间里还有第3个人。
会儿有名片吧？有需要你联系我。若梅，看，我们那辈人呐，结婚讲究送金戒指。元武他爸攒了半年的钱，你看，给我买了个金戒指。你们现在年轻人呀，不讲究这个了，现在家庭条件也好了，妈就送你们一对钻戒，你可别嫌这个戒面上的石头小啊。会，谢谢妈。快戴上试试。要是缺钱，我这还有一点，但那是妈的遗物，不能碰的。你干嘛拿我东西啊？我的，什么你的？谁捡着是谁的？你懂不懂规矩？你还给我！我买的。这什么你买的？你还我！不是，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你看好啥，你就拿啥。就这个一块拿了吧。举报的说这里开多久了？有3个多月了。
走了。啊，老板来了。这样得把账收了啊。好。就在那儿，3楼。我家的防盗窗是那件事情之后才装上的。之后这些邻居陆续都装了防盗窗。那他怎么上去的呀？我哥觉得是那个雨水管。那天早上，我哥来的时候说家里的防盗门是锁着的，可我卧室的窗户的液压锁却是开着的。可我明明记得前天晚上我检查过，是关着的。我哥在窗边上发现了一个蓝色的手帕，可能是那个人走的匆忙落下的。后来在手帕上检测到麻醉剂的残留物。所以你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这比想象的还不牢靠啊！这怎么上人呀？你想一想啊，这跟咱体育课爬杆可不太一样。这么粗的管子，离墙面又这么近，脚都伸不进去。人要是想爬上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手扶着这管子，然后脚得蹬着这墙。但这么一来，这作用力是朝反方向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要这上面钉子全是松的话，这根管子根本吃不上力。但万一是个惯犯，很可能有咱们想不到的工具。可就算是这样，也还是挺奇怪的。
传到对面看看吧。你刚刚说什么事情奇怪？你刚才告诉我，是只有窗户的月牙锁开了，是吧？对啊。那你们家水管左面是卧室，水管右面是客厅。是啊。那他应该……你平常睡觉的时候有关卧室房门的习惯吗？对啊，一般人如果确定大门和窗户都关严了，不会再关卧室门的。那样的话，他应该先跳进客厅，再走进你的卧室，这样吵醒你的几率才最小嘛。对啊，要是用工具开窗的话，动静应该不小。我得再跟你确认一下，那天晚上你确实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那他应该就是用了很多的麻醉剂，或者连续捂了很多次。我还得再确认一下，窗沿边留下的是手帕而不是毛巾。现在谁还会用手帕呀？我哥当时也觉得奇怪，所以他上网查，那种手帕现在到处都买不到了，麻醉品也不容易弄到。手帕的吸水性其实非常差的，这东西也不容易存留。如果他在下面提前准备好，那爬上去应该已经干了。这你都知道？视频里看到过呀，不过视频里一般会是用毛巾，那也要倒很多的量。也见过用手帕的，但是要垫很多的纱布，就是为了存水嘛。然后叠好，可能要很快的从人后面就。你平时看的都是什么东西？我也是刻意查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这种东西肯定是现用现到的。那他应该还随身带着一瓶备着，他的目标就是你，不是一个临时见色起意的小偷。这样的话，希望还大一点。希望大一点。你想，他如果是个小偷的话，他很有可能是个流窜犯。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没有警方的介入，我们根本找不到的。你是那种一旦认定一个方向就会查到底的人吗？是的。那所以他应该一直关注你很久了。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其实就一直在猫眼里观察着你呢？不可能，我对面住着一对老夫妻，年纪都赶上我爷爷了。那能力上确实办不到了。什么能力？爬水管的能力。你这一会儿说爬水管不可能，一会儿又说能力不行的，这人到底怎么上去的呀？你等我，我想想。吃吗？我还是觉得，如果现在我们能够进到房间里，看一看水管的上部，可能会有新的线索。但我还是觉得，顺着水管爬上去的几率非常小。可是大门和窗户确实已经关得很死了。还有这个人为什么不从大门走？大门有监控呗。那种监控完全没用，白天看着还挺清楚的。感官元件和镜头都非常差，到了晚上时猫时狗都看不清楚。你懂，他未必懂啊，他肯定不知道。我们还是得上头看看。
有备用钥匙吗？有吗？老人家给过我一把，但我放家了。能点吗？明天把钥匙拿着。不行。行。林小姐，你在家呀？刚刚敲半天门，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。刚才在洗澡，听见有人敲门，就有事吗？前2天那个热水器不是找人修的吗？我的朋友擅长维修，毕竟是家用电器，别出什么问题。哦，修好了，洗澡也没问题，谢谢。那要是不麻烦的话，我们能再检查一下吗？如果方便的话，改天。哎，改天。先走吧。怎么办？明天再来一次吧，查一下监控。现在的监控一般都能存个1年。那个人要是从大门进的你房间，咱们应该查得到。好。怎么了？那人我好像见过，想不起来了。我先下去买点东西。我陪你去吧。欢迎光临。不好意思。没事吧？家里牛奶喝完了，有喝牛奶的习惯。蜂蜜牛奶不喝睡不着觉。35。楚平，我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性。什么？你当时被送到医院之后，有没有做过检查，判断过身体里是否真的吸入了过量的麻醉剂？没有啊，这还用检查吗？不然我怎么晕倒的？可能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总觉得那块手帕落在窗台上很刻意。很刻意？凶手当时从窗户离开，他一定要在窗台上转身吧，这样才能抓着水管往下爬。一转身不就看到那块手帕了，带走就好了。那块手帕是他刻意留下来的。
为什么要故意留下手帕？等我理一理。你当时发觉自己身体有异样，知道自己被侵犯了，然后你会去想，为什么当时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？然后你发现上那块手帕，你很自然的会以为你是在凶手进入房间之后被他用手帕迷晕的。对凶手来说，重要的不是事实，而是你的想法。你被他用手帕迷晕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排除，但也许这是凶手希望你意识到的一点，甚至他只希望你意识到这一点。如果没有那块手帕，你就会产生出其他的联想，比如你事先被下了药，在凶手进入房间之前就已经失去意识了。也许这才是真相。他为什么不担心惊醒你，而选择直接从卧室进入，就能够解释了。我被下了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被下药啊？你不是说你每天晚上都一定要喝蜂蜜牛奶吗？他应该也知道这一点。生活了如指掌。如果要从剩余的牛奶量判断出你的习惯，他应该来过很多次。在你上班的时候，从大门进来。不过现在说的这一切都还只是我的推测，只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先去查。明天看完监控之后再说吧。他对你的生活了如指掌。如果要从剩余的牛奶量判断出你的习惯，他应该来过很多次。在你上班的时候，从大门进来。新装修的房子呀，还是要经常打开窗户通风。哎呀，你就别忙活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非要一个人搬出来住。那我总不能一辈子住爸妈家吧？那麻烦你也找一好点的小区啊，哪怕我跟你嫂子多添点钱也无所谓。哥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清南园，以后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再去了。你嫂子担心的也没错，毕竟两个男人在住，以后房子有什么问题，让他们直接联系我。你能再帮我查查吗？我还是有点不死心。找机会把他丢掉的烟蒂拿给我。但这样不会让你犯错误吧？私下化验肯定是违反规定的，但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。对不起啊，哥。对不起什么？又让你这么为难。什么话呀？要不找到那个人，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，这件事情在你心里就永远过不去。而且
就算你能过去，我也帮不了。